欢迎回到牧师过河，我是查尔斯老查。没想到老查只是刚刚完成中美关系的节目才2个多月，今天呢就又把这2位老朋友给请回来了。最近美军呢在委内瑞拉抓了他们的总统马杜罗，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事儿，拉美多国强烈谴责，说这是违反国际法。俄罗斯、伊朗、中国都表示反对。但老查发现在中文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却说，你看美国就是牛，说抓谁就是抓谁，中国呢只会傻逼，人家根本不领情。甚至有人总结成了一句话，叫全球斩首招人爱，全球傻逼招人嫌。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对吧？但老查拆解出来呢，这是一个被构建出来的伪命题。今天呢我们就不谈谁的策略更好，我们呢就先猜一件更重要的事，这个命题本身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，谁呢又在推动这个叙事，那我们呢又为什么会相信？我们先来看看傻逼招人嫌这个说法。在中国国内确实有人嫌，这个不假。中文互联网里大傻逼呢是对习近平这个政策的讽刺外号没错，他的意思就是音译上你能理解那个意思，用来批评中国的对外援助。每次中国宣布对外援助，微博上就炸锅，网民说我国内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块，你呢却在外面对外大傻逼。非洲17国免债，你凭什么？那我们的房贷谁来免啊？这些声音很真实。而且呢，中国政府也知道民意压力，所以微博上大傻逼一词是被屏蔽的，相关新闻的评论区呢还被控评。2022年宣布免债的时候甚至根本都不敢公布具体金额。所以傻逼招人嫌呢在中国国内确实成立，但问题上是国际上真的也招人嫌吗？我们先来看看一组数据在非洲54个非洲国家53个支持中国的政策。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。在东南亚呢，泰国、印尼、马来西亚都欢迎一带一路的投资。缅甸政权更替后，金政府也继续要求与中国合作。巴基斯坦换了总理，中巴经济走廊呢也照样推进。来到拉美，巴西、阿根廷、秘鲁排队等着签协议。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抓之前也是刚跟中国签了新的能源协议。然后再来到中东沙特、阿联酋、伊朗都在抢中国的投资。所以大家发现了吗？傻逼招人嫌，主要是中国国内在嫌，国际上呢反而抢着要。那为什么中文互联网上也有国际上也在嫌的印象呢？这是因为还有一股力量在推动这个叙事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先引入一个债务陷阱这个词这个词听起来很可怕，好像是说中国用贷款在控制发展中国家。但我们来看看数据斯里兰卡的汉巴托塔港，西方媒体是说中国债务陷阱的典型案例。事实呢，中国的债务只是占斯里兰卡外债总额的 10%， 而西方的私人证券，比如说贝莱德或者阿什莫尔，占比高达 47%， 是中国的4倍。而在肯尼亚，西方媒体是说中国是肯尼亚最大的债权国，但事实呢，中国的债务呢只占肯尼亚外债总额的 15.5%， 而商业贷款和多边借款，比如来自世界银行和 IMF， 占比是中国的3倍更有意思的是，我们看看贷款条件中国的贷款20年期 2% 利率，有6年的宽限期，而西方的商业贷款呢5到7年期 6% 到 12% 的利率，无宽限期。所以很明显这个债务陷阱的叙事不是自然形成的。这时候我们就要谈一谈美国国际开发署，也就是 USAID， 他们每年拨款15亿美元，专门用于反华的宣传。他资助威廉与玛丽学院的 AddData 等智库，制造虚假数据，然后呢通过西方的媒体来传播。瑞典的学者曾经讽刺说，如果美国你把这15亿美元用来在非洲建医院你可以建250家像马胡塞克瓦医院那样的规模的医院那边的医院一栋要600万美元但他们呢宁可花钱要抹黑中国。所以大家看傻逼招人嫌这个说法，在中国国内是真的嫌，因为对内的交代呢很失败，在接受国看来那是大受欢迎然后呢西方媒体呢就要刻意抹黑，这是一个被构建出来的叙事。然后我们再看看斩首招人爱，那谁在爱美国这些年全球到处抓人炸人，巴拿马的洛列加抓了，关到了 S， 南斯拉夫的米洛什维奇抓了， S 在海牙，伊拉克的萨达姆抓了，绞刑，利比亚的卡扎菲
炸 IS 在街头，现在轮到了委内瑞拉的马杜罗，刚刚被抓。那么国际社会是什么反应呢？拉美刚才我们说了，委内瑞拉的总统被抓以后啊，拉美多国谴责你是违反国际法。古巴、尼加拉瓜、玻利维亚那更是长期反美。巴西、墨西哥虽然不敢直接对抗，但民间反美情绪非常强烈。而在中东呢，伊朗称美国为大撒旦，叙利亚、也门、黎巴嫩那都有反美的武装。伊拉克战后呢，陷入长期内战，至今还不稳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欧洲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法国、德国其实明确反对。还有利比亚被炸之后难民涌入欧洲，引发了政治危机。欧洲多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十分不满。更有意思的是在联合国大会美国反而会经常被孤立。美国呢推出了伊核协议，推出了气候协议 WHO， 这下子这个单边主义的招牌呢算是挂满了。所以全球斩首招人爱完全是扯淡，全球反美的情绪可从来没有消失过。那为什么中文互联网会觉得招人爱呢？老查的拆解是因为混淆了威慑和喜爱。很多人会说，你看那些独裁者被美国抓了不敢反抗，说明美国有执行力，大家都怕他，这导致我们连梁静茹的歌都不敢放。对，怕是真的，但怕不等于爱威慑的本质是让对方不敢违反规则，但威慑的代价呢是持续的敌意和仇恨。伊拉克被美国打了，20年后还是一团乱。利比亚被炸了，变成了军阀割据的失败国家。阿富汗呢，美军是撤了，但塔利班重新掌权。美国的全球斩首确实有威慑力，但它解决问题了吗？并没有，它只是证明我有能力惩罚你，但惩罚之后呢，烂摊子谁收拾呢？我们再来看看斩首的真实成本美国的军费开支是每年8000亿美元，占全球军费的 40%反恐战争20年，阿富汗、伊拉克花了8万亿美元，牺牲了7000多名美军。结果呢，在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，伊拉克呢变成了伊朗的后花园。利比亚战争，卡扎菲是被炸死了，那利比亚呢变成了军阀割据，结果难民涌入欧洲，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危机。所以美国的斩首表面上很威风，但代价是巨额的军费、持续的敌意和无法收拾的烂摊子。你说这叫招人爱吗？这叫做用暴力维持威慑，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好，我们猜完了整个这个伪命题但还有一个问题仍然存在，中美为什么会选择完全不同的全球策略呢？在老沙这里呢，这不是偶然这是系统的必然。我们呢就用动机系统论来猜一下。我们先猜美国的动机，美国为什么要全球抓人呢？表面上说是维持国际秩序，打击独裁，但真实动机是什么？对外呢，它是维持规则的定义权，对内呢是向选民证明我们美国仍然是世界警察。你看美国的全球霸权不是靠占领土地，二战之后美国甚至没有殖民任何国家，它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规则，比如 SWIFT 的支付系统，控制全球金融流动，国际法框架由它来定义什么是合法政府，航行自由原则，它控制全球的海洋通道，还有它的人权问责机制，给它的军事干预提供了道德合法性。这些规则就像操作系统的底层协议。你想做国际贸易可以必须用美元结算。你想获得国际承认也行，你必须符合美国定义的民主标准。你想安全航行可以你必须接受美国海军的保护，当然不是免费的。所以全球斩首的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 S 人，是向全世界证明我定的规则我有能力执行，你违反了规则我就来抓你。这不是美国的暴政，这是系统的自我维护。马杜罗和诺列加为什么被抓？因为他违反了美国定义的民主规则，而且他还破坏了美国定义的毒品管制。卡扎菲为什么被炸？因为他威胁了美国定义的人权底线。所以大家看每一次斩首都在强化一件事情，我美国仍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。这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很重要。美国的选民要看我们的税收养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，而且这支军队不是摆设，它能惩罚坏人，当全球复仇者联盟。所以全球斩首是一个双向交代的系统，对外告诉全世界我的规则可不是说着玩的对内呢告诉美国的选民，大家的钱没白花。这就是为什么斩首有威慑力，因为它有明确的执行力，并且呢有可预期的惩罚机制。大家看那些被美国惩罚过的国家伊拉克萨达姆被抓处绞刑，卡扎菲被炸 S， 巴拿马的诺列加被抓关到 S。
这么一来啊，全世界的独裁者都学会了一件事情，不要轻易挑战美国定的规则，这就是威慑的价值。而美国呢，在我们的节目里啊，其实分析过，他不排斥独裁，但与美国对着干的，他会极其敌视。美国的全球斩首啊，看起来很威风，但有个吊诡的地方，美国说自己是匡扶正义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啊，他打击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货色。先说说委内瑞拉马杜罗，他上台前啊，委内瑞拉 GDP 是6000亿美元，现在啊1000亿美元，腐败、暴力镇压、经济崩溃、毒品泛滥。美国抓他呢，从正义角度上来说，确实站得住脚。利比亚的卡扎菲独裁40年，镇压反对派，资助恐怖主义，美国炸他呢，从正义角度上来说呢，也说得过去。伊拉克的萨达姆用毒气屠害死库尔德人，然后呢入侵科威特，执行独裁统治。美国抓他啊，从正义角度上来说呢，也算呢是有个说头。所以大家看啊，美国打击的这些人啊，确实大多是独裁者、腐败分子、暴君和毒贩子。那问题来了，中国在干什么？中国呢在跟这些人做生意。刚才我们说了，马杜罗近期刚刚和中国签了几百亿的能源协议，叙利亚的阿萨德，中国呢一直支持，伊朗政权，中国也在合作。美国打的往往是中国的合作对象，那这算什么呀？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说，中国确实好像站在了坏人那边，但从系统逻辑角度来看呢，中国的策略是不干涉内政，我只谈生意。你是好人坏人我可不管，我只要一件事，你用我的钱就走我的路。而美国的策略呢，是你必须符合我定义的好人标准，不符合我就揍你。那么谁把自己摆在了道德制高点上呢？肯定是美国。但谁的系统更稳呢？可不一定。因为美国打完了坏人之后，往往留下了更大的烂摊子，伊拉克、利比亚、阿富汗都是例子。而中国虽然和这些带引号的坏人做生意，但至少没有把这些国家炸成废墟。所以这个问题上啊，如果只谈谁更正义，那没啥好说的。但如果说正义本身在国际博弈里到底值多少钱，看点就来了。美国愿意为他的正义付出8000亿军费，但中国可不愿意为这个正义付出任何代价。当然啊，老茶的频道呢，不是道德价值观的评判所啊，因为老茶的节目呢只看系统，而系统的代价呢却清清楚楚。那我们来看看中国啊，中国为什么要全球撒钱呢？官方上说是共同繁荣、南南合作，也就是 South-South Cooperation， 但真实的动机是什么？对外打破西方规则的垄断，建立替代性影响力，对内给国内产能找出路，给国企呢找订单。大家要知道啊，中国没有美国那套规则定义权的。那中国能用什么？钱。非洲要修铁路啊，中国给钱；中东要建港口，中国给钱；拉美要搞能源，中国也给钱。这叫什么呀？用经济渗透替代军事控制。而且中国说的是不干涉内政，你国内怎么搞我不管，你是民主还是独裁我不在乎，我只要一件事，你用我的钱就走我的路。这是很多人的误区之一啊，认为老共就喜欢给独裁者投资勾兑，但其实呢，恰恰是因为这些独裁者啊更容易用钱来渗透才是真的。我们看看英国啊，中国想扩建个大使馆都被人上街游行抗议，他有钱他会投这种地方吗？所以啊，这都是账本上的事儿。这听起来很聪明对吧？可是这个策略呢有个致命的缺陷，它只能买不能惩罚。你看那些拿了中国钱的国家，斯里兰卡拿了中国的钱修港口，结果呢还不起债，港口被租给中国99年，这马上就给西方世界抓住了口实啊，舆论马上就来了，你这就是债务陷阱嘛。马尔代夫政府换届，新总统也说我们啊要重新审查中国的项目，中国能怎么办？派军舰去吗？还是派法院去起诉？什么都做不了。委内瑞拉签了几百亿能源协议，现在马杜罗被美国抓了，中国的钱啊可能有几率有一部分就打水漂了。当然啊，美国呢也不会完全阻止委内瑞拉和中国做生意，他要的是威慑，不是隔绝。关键你中国能怎么办呢？你是派直升机去抓人吗？不行。冻结他们的海外资产又没有这个操作口径，在国际法庭起诉啊又没有话语权。结果就是流氓政客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提款机，拿了你的钱转头就骂你新殖民主义，协议签了一堆，关键时刻啊一张都不认。所以大家发现了吗？这些国家拿了中国的钱，该翻脸还是翻脸，该赖账还是赖账，反正知道中国无法惩罚他们。这就是大傻逼带来的系统性的缺陷，它只有好处没有威慑，它只有支票部没有执行力。而且啊，中国的傻逼呢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，它主要是为了对内交代，而不是对外控制。什么意思啊？中国国内有大量的过剩产能啊，
钢铁、水泥、工程机械都需要出口订单，国企需要项目，银行需要贷款，地方政府需要 GDP。所以像一带一路这类全球傻逼的项目呢，本质上是中国国内经济系统的外部延伸，它的首要目标不是控制全球，而是在消化国内矛盾。所以中国傻逼的逻辑是对内给国企找活干，给银行呢找贷款，给地方政府找政绩，对外呢是用经济渗透，慢慢建立影响力。而这套操作呢，其背后的真正动机，其实我们在革命党系列里讲过，经济叙事依然是老共的主要牌面之一啊。这张牌现在虽然有点皮了，但不能没有。但问题是，当你的首要目标是对内交代，你在国际上呢又没有牙齿，因为你傻逼的本质不是为了惩罚不听话的人，而是为了让国内的系统运作下去。所以那些拿了钱的国家很快就摸清楚了，你中国需要我们，比我们需要中国的更多。我们拿了钱可以赖账，可以骂人，反正你中国不敢怎么样。这就是为什么傻逼得不到尊重，因为他的动机暴露了，他的底牌呢就被看穿了。这里呢也要拆解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屏幕前的大家能听得懂老茶说话的朋友啊，想必中文水平都不低。大家是不是从小就受过一个教育，我们交朋友要交好朋友，要避免坏朋友？而中国外交部曾经多次说过，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。这次马杜罗被抓后，但委内瑞拉国内大量的民众弹冠相庆啊，这不是老茶在造谣啊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。所以大家发现问题了吗？中国政府说他是老朋友，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巴不得他被抓，那这个朋友到底是谁的朋友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呼在中国外交里反复被使用，金正恩老朋友，普京老朋友，马杜罗也是老朋友，阿萨德也是老朋友。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什么？他们都是独裁者或威权领导人，部分中的他们呢，在本国呢也不受欢迎。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啊，是政府对政府，不是人民对人民。所以啊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说法，其实暴露了中国外交的一个根本性问题，他交的不是人民的朋友，而是政权的朋友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，中国的外交逻辑从一开始就是不干涉内政，只谈生意。你是独裁民主，我不管；你在国内受不受欢迎，我也不在乎。我只要一件事情，你的政权稳定，你能跟我签协议。这个逻辑在短期内很有效，因为你只需要搞定一个人，那个掌权的人就行了。但问题是，当这个政权垮了，中国的投资不就全泡汤了吗？当这个国家的人民推翻了独裁者，那第一件事就是在清算中国的项目啊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中国你是我独裁者的帮凶啊。埃及的穆巴拉克下台后，中国的项目啊被重新审查；利比亚卡扎菲被推翻后，中国撤离了3万工人，损失数十亿。苏丹巴希尔被正面推翻后，中国在苏丹的油田啊被国有化。大家看啊，中国政府的老朋友战略本质上呢是把鸡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，也就是独裁者的篮子里。而一旦政权不稳，中国的所有投资都会被成为清算的对象。所以老谭还是说啊，这不是道德问题，这是系统设计的根本性缺陷。那你说中国想不想学美国？其实呢，中国不是不想学美国，中国也想有全球的执行力，但问题是中国没有那套系统。美国有的全球军事基地网络，什么金融系统，什么国际话语权体系，什么全球盟友体系，当然了，现在的这个也是有诟病啊。那中国有什么呢？军队不能随便出国，金融系统呢被美国的金融系统卡脖子，颁国际法吗？说话也没人听。没有呢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个。所以中国只能用钱，因为钱是中国唯一能大规模输出的东西。但问题是，钱可以买合作，买不来忠诚；钱可以买站队，买不来服从。这就是傻逼的宿命啊！他从一开始就没办法得到尊重。但这样的傻逼操作，难道全是一无是处吗？这里面呢有另外一套逻辑。中国这边的逻辑啊，不是威慑，而是绑定。你美国逻辑是你违反规则，我惩罚你；而中国逻辑是你用我的钱，你就离不开我。斯里兰卡的港口虽然被说成债务陷阱，但港口还是被中国租了99年。肯尼亚的铁路虽然亏损，但肯尼亚的物流体系啊，从此依赖于中国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虽然进展缓慢，但巴基斯坦的经济命脉啊，已经和中国绑在了一起。你美国可以斩首，但斩完了之后，影响力呢就结束了。我中国的傻币散完之后，依赖关系啊才刚刚开始，哪个更持久啊？不一定。但有一点很清楚，美国的系统需要不断的证明牙齿还在，中国的系统呢需要不断的投钱，因为要让对方离不开，谁的成本更低，谁的系统更可持续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。现在我们知道了啊，傻币招人嫌呢，
部分是事实，是中国国内的不满；部分呢是抹黑，主要呢是来自西方叙事。而斩首招人爱呢，那完全是扯谈了，这是混淆了威慑和喜爱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这个对比会在中文互联网上流行呢？老查的拆解是啊，三股力量的合流，第一股是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，老百姓确实觉得国内还是有很多穷人啊，你凭什么对外撒钱？你把护城河都给封了，然后呢，你还在外面撒钱，这个不满很真实，但这个不满呢，被放大成了国际上也不领情。第二股呢，就是西方的叙事战了。刚才我们说了，美国每年花15亿美元专门抹黑中国的对外援助，债务陷阱这个词就是他们造出来的，通过西方媒体传播到全世界，然后呢，再通过中文互联网再传回中国。第三股呢，是对强权的崇拜。很多人潜意识里觉得啊，美国能到处抓人，他就是强；中国呢，只会给钱，他就是弱。这是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啊，对权力的崇拜。但他们忘了问啊，美国的强代价是什么？中国的弱换来的是什么？这三股力量一合流，就变成了全球斩首招人爱，全球傻逼招人嫌。但这个叙事本身呢，是被构建出来的。所以大家看啊，今天呢，我们拆了3层。第一层呢是拆命题，全球斩首招人爱，全球傻逼招人嫌，这是个伪命题。斩首啊不招人爱，只招人怕；傻逼呢不招人嫌，只是国内嫌加西方抹黑。第二层呢拆系统，美国和中国选择不同的策略，是因为系统约束不同。美国有规则定义权，所以用威慑；中国呢没有执行网络，所以呢要用经济绑定。第三层呢是拆叙事，为什么这个伪命题会流行？这是因为啊三股力量的合流，国内不满加西方抹黑加对强权的崇拜。而真相是啊，美国的斩首有威慑，但代价巨大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；中国的傻逼有依赖，但没惩罚。国内的民怨呢也越来越大，哪个更好啊？在老查看来都不好，因为这两个系统啊都在透支未来。真正的问题不是谁的策略更优，而是谁先进化。美国能不能从威慑转向合作呢？中国能不能从傻逼转向问责？还是说这两个系统都会在各自的惯性里撞向墙壁？这些呢，今天呢我们就不讨论了。但有一点很清楚，下次啊再有人跟你说全球斩首招人爱，全球傻逼招人嫌，你可以告诉他这不是事实，这是叙事，这不是分析，这是洗脑。真正的问题是谁在推动这个叙事，这个叙事又对谁有利，我们呢应该怎么相信呢？我是查尔斯老查，这里是牧师过河。我们呢不跟着舆论走，我们拆解舆论的本身。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